挑战只能使用羽球通关原神。没错，就是这个羽球。这是本次挑战的具体规则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大世界只能用羽球打怪，秘境里面因为羽球不可使用，所以只能用无伤害技能，然后再加个全程无 UI 模式。在上期我们已经通关了璃月主线，那么本期正常来说应该是走道奇主线的。不过 5.0 新增了娜塔的快速体验，所以本期视频为娜塔篇加道奇篇。那咱们正式开始吧。我是没想到娜塔的快速体验也要来一波道别。如果是真门线的话，应该很懵逼吧？可能是因为快速体验只持续一个版本，所以老米偷懒了。那咱们合个影。两个娜塔咱们也直接获得了卡奇娜。你别说，如果我们人时期拿到卡奇娜，应该能做很多事情。不过可惜它在咱们的羽球挑战中没啥用，在无 UI 模式下，绝大多数标识都不显示了，比方说娜塔的变龙标识啥的，也就是不会有提示按键了，完全得靠自己的记忆了。我才知道阿乔原来还有哭的表情，这应该是主线特供的了，也是非常的像素。接下来这主线上有个非常无语的地方，就这里是打不开大地图的，而咱们的近 UI 是不显示小地图的。你知道我这里迷路了多久吗？马拉尼与卡西娜两位选手，你们正在跑向赛场外，快回来呀！最尴尬的是我找到了路，但是我居然没收集任务道具，因为任务道具正常来说是显示在地图上的，而我就只能凭借我之前的记忆来找任务道具。这样来说3分钟的本我搞了20分钟，我才发现有这么老实的 NPC， 咱们直接把它推到水里。这个也是 5.0 版本改的，也就是终于可以跨任务领取奖励了。之前这个必须得按照顺序才能领取。我感觉队长战斗起来有点像焰魂形态的，都是这种全身覆盖着光，该不会队长是娜塔人吧？这是在娜塔的第一次羽球之战，之前战斗全是在秘境里面。可以看到伤害也是非常给力，毕竟触发的是高达 80% 的生命倍率。要知道弗琳娜实际跑线状态下也才 15%， 虽然说有15秒冷却，但是还是勉强能秒现在的怪。然而这波怪有火法师，又到了喜闻乐见的伤害破盾环节。现在世界等级低，所以4个羽球就能破盾，还是没那么折磨的。一个神元法师打个1分多钟。在秘境里面的话，咱们用莫娜的闪避打怪。莫娜的闪避相比于灵华的差了不少，主要是打到怪是不回体力的，而且手感总感觉差了点什么，所以我这里是切换角色来躲伤害。我才知道这个 UI 居然还有持续时间，就像这样。这里火神真的帅。你们做得很好，回来吧。这里应该是之后的剧情伏笔。我会去找你的，我没办法活到那个时候，但是我会想办法，总会有办法能让我们在500年后再见，我会找到这个答案，所以不要忘了我呀。那么这次娜塔篇也就完结了，总共是2个小时半。接下来的话，也就是我挑战系的一生之敌，没错，就是旅人篇环节。接下来会有巨多的盾怪。第一个本就有俩深渊法师，咱们来让水法师帮咱们控制一下。这丑话如果在大世界咱们是无法打破的，羽球的学刃实在太低了。因为我现在已经冒险等级30了，所以我想摸深渊法师盾得6个羽球，这实在是太久了。所以我是尽量采取环境杀，这里就把深渊法师推到电影水晶这边。因为破洞太慢，所以我是打算先提升下自己。由于我芭芭拉和莫娜都吃木分蘑菇，所以我觉得蘑菇最难采的材料，哪怕是5.0新增的这个材料范围也不好用，因为太多在犄角旮旯里面了。我宁愿花5分钟去打一把纯水。就这波提升，我总共花了半个小时，把芭芭拉和莫娜升到了60级。那咱们继续回到羽球破盾环节，这是2深渊冰法师，这边还有2个冰法师，这边有一个火法。接着是本下来最扯淡的原模，也就是深渊使徒系列，咱们也没有任何取巧的方法，只能用羽球砸死他。哦对了，不小心拉远了他还会这样。我操，直接脱战白打了！我是砸大概20个羽球，终于砸死了，前期还是能勉强刮死的。在副本里面的阵仗好像有特殊机制，在深渊使徒做出开门动作的时候，咱们瞬间把他击杀，就能跳过开盾阶段，就像这样。可以看到直接进入动画了，这样来说这里是会开盾的，我都做好了刮5分钟的准备了。感觉这个机制没人发现是因为门铃时期做不到秒杀，我刚刚那下应该还暴击了。完成了旅人杖，咱们就该前往到期了，先完成序幕。序幕没太多好说的，这是 1.6 版本的雷电将军。整个序章耗时半个小时，
还是非常快的。我才发现走水路也会被勘定风行抓回来，这勘定风行真的手眼通天，这里就强制我莫娜不能闪避了。到这探索我打算黑屏，也就是全程不开神像，反正小地图没有了，大地图感觉也没啥用。果然横臂交流可以避免被发现，也就是可以消除警戒值。太近了，太近了！可以看到这样咱们就可以调戏 NPC。接着是运送货物，这里最难的点不是现实，隐藏 UI 是把倒计时隐藏了。至于最难点是咱们角色无法吸引仇恨，怪会一直突突货物，而咱们在无法吸引仇恨的时候，也就意味着无法肉身拒怪，这时候就暴露出羽球的一大缺陷，没有 AOE 能力了。像这里我只能看着怪打货物，羽球15秒才有一次伤害，所以第一次运送也是直接失败了。第二次运送我想了个好办法，我先把近战怪打死，然后我直接站在远程怪的弹道上面，直接肉身保护货物，也就白白被怪打14秒。然后等到冷却好了直接送走。这样我来到了神社这边，咱们来求个签。这月来也是好久没求签了，其实老地图的利润率的话就有点低，感觉还是很可惜的。这个签也是一个终极，由于隐藏 UI 模式下没有小地图，所以我很多时候都是根据黄点走的，这时候又不得不吐槽一下这个自动寻路的路线了。像我这里它必须得绕楼梯，完全不考虑直接跳下去的情况。这也就算了，这我还中间这么大一个房子，按照系统路线直接给我进房子里面去了，我还特意观察一下这房子咋进去，结果找半天告诉我还得绕路。这也是把城里萧宫的传说任务做完，接下来咱们就该打雷神了。我会将你弃进神像里。像这里咱们躲不掉的话，应站在3重雷的地方，那里伤害是最低的，就像我现在站的地方。且原神里面有些原魔招是都日类的结算，也就是多段攻击全命中的话是会有伤害修正的，为了防止把角色给秒掉了。打完雷神咱们就去找星海，你这是旅行者请来的救兵吗？接下来就是一系列的战斗，我只能说在羽球面前都是不堪一击。包括之前的道奇最难秘境，在别的挑战系列里面真的超难，但是副官他们遇到超高物理伤害，基本上都是2下1个。反雷将军特训的时候，由于是隐藏 UI 模式，所以我真看不到我被打中了几次，而且还好这个挑战降低了难度，把最后的必杀取消了，要不然我光靠羽球是破不了最后那招的。不过这里本身就可以逃课，我们在最后看一下这招旋转突刺，无论看几遍我都觉得离谱。我要向你发起御前决斗。我之前本来觉得打怪都是臭鱼烂虾，现在被你是完美克制，就像这样。我这时候才想来这玩意有最高伤害保护，也就是说每创一下都会被它反弹1次。我最后成功被它反弹弹死。星空暗淡，一个得反弹8次左右，也就是说我得保持1万血给它弹，结果是他爸来扛切菜伤害，保住了莫娜血台就能非常轻松过了。接下来就是雷神2连战了，不过这里咱们先退出去看个小彩蛋，也就是一星镜的入口其实在神像这里。有人没用我加持下，咱们成功打过了雷神，并且2阶段咱们还自带回血，耗都能耗过去。那么至此咱们的道奇主线也就完成了，总共耗时28小时22分钟。最后做个小总结，这是我目前的背包，就只剩了我的武器。角色方面就练了芭芭拉和莫娜，我原石都攒着，看看到最后能攒多少。这是我的道奇地图。那么好的，那塔篇这道奇篇就完结啦。我是秋名山，视频制作不易，求关注呀。我们下期再见。